大家好，终于开始要画北美红雀了。还没有看上一次画前热身的朋友们，可以先去热热身。这一只红雀是正面，所以很大一部分都像一个毛球一样。先练习过这个热身，就会比较好上手。我们这张画还是偏写意一点，不会像科学插图一样，把所有的骨骼、羽毛比例都精准记录下来。所以，我们的羽毛不会一片一片、一丝一丝都画出来，而是有一个大致的材质感和毛生长的方向。这张水彩画的步骤大概会有5到7层的叠色，听起来可能很多层，但其实内容不外乎就是铺色、明暗，还有不同部位的细化。颜料方面，这一次因为在整理调色盘还有试颜色，所以没有直接照到调色盘上的用色，用的颜色也比较杂。大原则是受光面的地方，红色是偏橘一点的隔红，偏暗的地方是比较蓝的玫瑰红。暗面的颜色，简单来说是明度暗的颜色加在一起，例如群青、反戴克棕、守者、铬绿、虎克绿，主要看画面的需求来调整冷暖比例。这只小鸟的光是上偏厚一点点，也就是背光，朝上的面会偏亮，轮廓也不会太暗。第一层铺基本颜色，这一层先大概确定有哪一些颜色，明暗留到下一层再画。使用隔红，隔红加钴蓝等于深红色。喷水制造一些晕染的效果，水滴会留下一些质感纹路。薰衣草色做旁边的反光，黑色我们等红色干了之后再画，因为要防止如果晕染没有控制好，造成黑色的面积扩散太大。修一下边，把过多的水吸起来，不要让水分承载着颜料扩散得太夸张。脚先用钴蓝画一层颜色，点出一些嘴巴和头部羽毛的蓝色，用吹风机吹干。接下来第二层，我们在这里加一层隔黄，来丰富羽毛的颜色。我们用接色法，又可以称为湿接法，其实就是趁黄色还没有干，往上或往下衔接其他颜色，让它有自然的渐层过渡。亮面过渡到暗面之间的部位，用饱和度比较高、比较鲜艳的红色。我们画笔的运笔可以用一丝一丝、一撇一撇的方式来画出羽毛的质感。用玫瑰红、钴蓝慢慢渐层往阴影处画，用笔刷出羽毛的质感。纸如果已经干了也没有关系，甚至不小心有一点水痕也没有关系。之后会再叠不同层的羽毛上去。吹干。
第3层画头的黑色羽毛，涂水要小心，不要涂到嘴巴，涂在黑色以及预想它会扩散的周围，制造出有一点毛茸茸的感觉。要注意，不要涂得太广，让黑色扩散得太大。前面说到，我这次用的颜色有点乱，有隔红、浅隔红、朱红，但大家用手边偏橘的红色就没有问题了。深色的部分主要是凡戴克棕和铬绿为基底，如果很容易不小心调成绿色，可以加暖色的手褶。一些偏冷偏蓝的地方可以加钴蓝，比较靠近根部阴影处的毛，可以这样调色来画。投影到下方是深红色，接手褶，加一点隔红和一点玫瑰红，让它有一些蓝色的偏向。旁边衔接的红色用刚刚的手褶、隔红、玫瑰红。第4层来画眼眶。画眼眶的时候，会常看到我用卫生纸去擦，因为我想直接在纸上调整出我想要的浅棕色。继续画眼睛，马上画眼睛是因为刚刚画眼眶的水分不多，应该很快就干了。如果没有干，先等干再画眼睛。中间可以用刚刚剩的手褶、凡戴克棕、铬绿接一些薰衣草，让它有一层蓝色天光的反射。有一些灰暗没有关系，等等可以补土黄和隔红，再用白色颜料点出高光。第5层来画脖子，我先不涂水，先画一层脖子的阴影，因为铅笔线已经有一点看不清楚了。先画阴影，在等等上亮面的时候，就会知道暗部的分界。接下来可以涂水，我先调了隔红和永固玫瑰红，这样红色不会太偏蓝，也不会太偏橘。右边还有已经调好的隔红和手褶，等等也会用到。开始上色，旁边接的蓝色是薰衣草色。其实很多时候技法次序都是依照当下画面的需要，自然就会做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法。等等要画头，所以先把阴影画一下。
因为明度有差异，所以我们上下半部分开画。上半部先涂水，鹅红，要变暗就加群青。为什么有时候加群青，有时候加钴蓝呢？它们是差不多的颜色，但钴蓝会比群青明度更高一点点。而且学生颜料的钴蓝其实是钴蓝色调，色调就是用其他的色粉仿真正的颜色。学生颜料有加入一点白色的色粉，所以如果混钴蓝色，会比群青更浅一点点，饱和度更低一点点。所以这里我想要把颜色调得更深，就加群青。下半部的脸调色和刚刚一样，只是比上面亮。我们画嘴巴，用隔红色。其实影片里面我应该用的是朱红色，但没有关系，两个颜色不会差太多。颜料可以浓一点，水少一点。暗部可以加群青，或者调色盘上有留其他暗色的颜料，也都可以混在一起。现在画整体的第6层，但是是脖子的第2层，等等要画肚子也是它的第2层，颜色都是以隔红为主，如果偏黄就加隔黄色，其他深色的部分用手褶或凡戴克棕，更深的冷色可以用群青或钴蓝为辅助。明亮的地方可以渐层的更自然，用隔红和一点隔黄色。肚子靠近树枝的地方可以再更暗一点，涂水，隔红加群青和凡戴克棕，或者是手褶也可以。用吹风机吹干。画第7层翅膀，
用隔红、手褶、群青，以隔红为主，加暗用手褶，更暗的颜色调群青，也可以使用调色盘上还没用完的暖深色。注意边缘不要太硬，用沾过一点点清水的笔涂开颜料。头可以画第3层，主要画一些细毛，重点加深比较突出的地方。画脚，隔红和之前调的虎克绿还有凡戴克棕混合。肚子的暗部渐层可以再多加一些细节。画尾巴，隔红、手褶、群青，用这3个颜色互调，只是浓淡比例不太一样。用沾一点清水的笔柔画边缘。树枝部分以钴蓝色为主，因为有蓝色天光的影响。沾一点刚刚调的凡戴克棕、虎克绿、群青来打底。画树枝更深的地方，用虎克绿、凡戴克棕、钴蓝，拿蓝毫毛笔增加一点木头的材质感。小鸟身体靠近的树枝可以涂一层隔红，因为小鸟的红色羽毛也会影响到树枝的颜色。一样用湿接法往旁边接绿色、蓝色。头部可以画精细一点。
脚趾点一些白色的颜料，明暗关系正确了，形体会更有立体感。这样差不多就结束了。我会继续画背景，想要挑战的朋友们可以一起跟着画。大家觉得这一支影片还不错，请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分享给对绘画艺术有兴趣的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推广绘画教育。下一次我们还是要画北美红雀，可是我们只会用2个颜色画出这样的效果。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是哪2个颜色？为什么只用2个颜色呢？那就留到下一次再说。我们下次见。